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在唐三成为封号斗罗复活小舞，修复好唐昊的断肢之后，他便带着小舞来到了天斗帝国，赶往前线的大军之中。在这里，他见到了天斗陛下雪崩、大师宁风致等人，而史莱克其他5人也早已经在这里等候着他的到来。唐三见到了在天斗帝国全力支持下发展的唐家军，在这里驻扎了200万的大军，可以说这一战对天斗帝国是非常重要的。唐三的到来让雪崩十分激动，虽然唐三并不懂带兵打仗，但是他自身的实力以及他背后的唐门，甚至是昊天宗都是非常关键的战斗力。这次天斗帝国举全国之力而来，是与新罗帝国已经商量好的，两大帝国对武魂帝国进行夹击之势。武魂帝国分配在天斗帝国这一块的魂师在2万左右，是天斗帝国魂师的3到4倍。但对天斗帝国来说，最危险的是武魂帝国的那些封号斗罗，毕竟天斗帝国这边只有剑斗罗、古斗罗和毒斗罗这3个名副其实的封号斗罗。不过好在史莱克7怪已经回来了，而且唐三也告诉了大师，昊天宗重出，除了镇守天斗帝国后方的5位封号斗罗，唐啸、唐昊2兄弟也会来支援他们。唐三在与雪崩以及天斗帝国的将领们商讨会议之时，主动将保护天斗帝国后方粮草补给部队的安全揽了下来。毕竟这一战是要和武魂帝国打消耗战的，而200万的大军每天的消耗都非常大，万一粮草部队被武魂帝国强大的魂师团队偷袭，导致粮草不足，用不了几天，天斗帝国的100万大军就会撑不住。而只要后方稳定，补给充足，耗不起的反而是成立没多久的武魂帝国。唐三带领史莱克6怪留在后方补给部队必经之路等候消息。他派出了100名唐门闵唐弟子在空中探查。天斗大军经过6天的行进，已经在嘉陵关完成驻扎，但武魂殿迟迟没有动作。又过了2天，就在唐三以为自己判断错误的时候，闵唐弟子向唐三报告发现的异常，有50名魂师正绕道去后方补给线。唐三带着小舞和胖子在闵唐弟子的带领下飞向他们的目标，而剩下的几人则留着防备武魂帝国其他偷袭的人马。事实上，武魂帝国这次总共派出了500名魂师，分成了10个小队，想要尽可能的阻断天斗帝国的补给。唐三他们遇到的这支小队是最强的，虽然只有50名魂师，但实力至少都是60级以上。这支队伍的领头人更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也是我们的老熟人菊斗罗月关。菊斗罗的单体实力在武魂殿的长老里面并不算很强，之前之所以很受重视，就是因为他和鬼斗罗的武魂融合技。如今鬼斗罗一死，他就沦为了一个普通的封号斗罗，地位可以说是一落千丈。而这次被派来完成破坏天斗帝国补给线的任务，也是因为之前在星斗大森林中惹恼了比比东。唐三利用瀚海护身罩的隐身效果，慢慢的接近菊斗罗这50名魂师。菊斗罗带领小队行进到快要看到目的地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不妙，瞬间他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蓝色的海洋，将他间隔到了一个单独的世界。菊斗罗虽然天赋并不出众，但毕竟已经成为封号斗罗多年了，他瞬间将自己的奇龙通天局武魂的9个魂环释放出来。在这个生死关头，他将自己的感知力提升到极限，在奇龙通天局气魂真身的保护下冲向空中。就在他身体刚刚冲起的同时，唐三的第8魂技从他的脚下掠过。当所有蓝色消失的时候，菊斗罗看到的就是自己带来的49名魂师，身体都被淡红色的水晶包裹，各自以千奇百怪的姿势被凝固住。此时的菊斗罗满心都是恐惧，他放弃救援属下，瞬间化为一道流光远遁，而被包裹住的49名魂师同时化为粉末，飘散在半空之中。当初能秒杀鬼斗罗，是因为海神3叉戟的神圣能量对鬼斗罗有克制，但对菊斗罗并没有，所以唐三并没有太大的把握能够秒杀菊斗罗。而他并不想自己镇守后方的消息传到比比东的耳中，所以他选择释放大范围的攻击，将其他魂师秒杀，最后再解决菊斗罗。另一边，想要趁唐三施展第8魂技，魂力需要调整的时间逃走的菊斗罗，被胖子使用的右臂魂骨附带技能凤凰爆裂击拦了下来。菊斗罗内心充满对唐三的恐惧，他在胖子的阻拦下再次施展魂技，想要打伤胖子赶紧逃跑。但在他的魂技即将到胖子身前的时候，唐三就已经追了过来。唐三毕竟不是普通的封号斗罗，施展完第8魂技的他很快就恢复了过来。菊斗罗使出全力一击的魂技，撞上的却是胖子身边唐三手中的海神3叉戟。这一撞让菊斗罗感觉自己的内脏都好像要破碎了，武魂也瞬间破碎，整个人陷入了麻痹之中。这一撞也将菊斗罗身为封号斗罗的胆子撞掉了。看着面前的唐三3
人，菊斗罗开口就是求饶。为了保住性命，他甚至告诉唐三自己可以加入天斗帝国，毕竟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一名封号斗罗，是这个大陆上凤毛麟角的强者。但唐三怎么可能会放过他呢？武魂殿和他之间的仇恨太深，而菊斗罗为比比东做的坏事也太多了。菊斗罗清楚的知道唐三不会放过他，在临死之际，他很后悔自己为了贪恋荣华富贵加入武魂殿，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他看着唐三五黑四红的9个魂环，很清楚自己死在唐三手上也不冤，但身为一名封号斗罗，他也不会束手待毙。菊斗罗再次将自己的奇龙通天局凝聚，瞬间就完成了武魂真身，将自己的斗志和魂力彻底的燃烧。唐三和菊斗罗不约而同的都使用了自己的第9魂技。菊斗罗的第9魂技菊花残、满地伤、花落人断肠，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金色龙卷。唐三的第9魂技则是蓝银天青龙之魂，巨大的青龙撞入金色龙卷之中，每一片菊花瓣与青龙碰撞之时都会瞬间消失。与此同时，在菊斗罗的身下，一条巨大的青龙腾空而起，瞬间缠绕上他。10万年魂技与万年魂技最大的差距就是使用同样的魂力，菊斗罗只能释放一个第9魂技，唐三却可以释放2个。当唐三发出的2条青龙撞击在一起的时候，他利用蓝银皇将小舞拉到自己的身边便离开了。他发出的第2个魂技是第9魂技的2技能蓝银青龙缠之刃，这个技能是他魂环技能中最强大的控制技能，被这个技能笼罩，想要挣脱的话，综合实力必须要在唐三之上，其次还需要有足够强悍的技能来冲破束缚。菊斗罗这2样都并不具备，所以他只会在青龙缠绕之中承受蓝银天青龙之魂的攻击。在这样的攻击下，菊斗罗连尸体都没有留下。而唐三之所以直接离开，是因为他曾经对菊斗罗还是有过好感的，但面对自己的敌人，他绝对不会有任何心软。唐三总共只使用了3个魂技，不到1刻钟的时间，剿灭连带菊斗罗在内的50名魂师。而戴沐白、朱竹清、宁荣荣和奥斯卡4人也去迎击武魂殿的其他部队。得知武魂帝国派了不少队伍，唐三决定再次出击。嘉陵关内一直等候奇袭部队消息的比比东，只等来了任务失败，500名魂师活着回来的不足30人。这一次派出的魂师可以说是武魂殿精锐中的精锐，他们的死亡让比比东都觉得有点肉痛。骑兵不成功，比比东只能选择正面碰撞。可惜的是，比比东没有想到天斗帝国会在短时间内冒出那么多封号斗罗来打断他的计划。好啦，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